检察官在调查这个犯罪过程啊，是需要攻坚的吗？就是需要到现场去跟那些可能的被告，就是现场对质的吗？是需要这个动作？我明白杨丽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有一些律政剧嘛，比方说《叉叉英雄》之类的，他们里面的检察官就会。文武双全，他可能还要穿枪法也很准，对，然后坐直升机从高空下来，其实那都是误解。那我们正常的检察官，我们是尽量都不会去现场的，现场就是由我刚刚讲的那个司法警察，就是警方或者是调查官、调查局他们这边来做。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少数例外，检察官需要到现场，就是我们去搜索一些比较敏感性的机关，比方说像军方。或者是政府机关，再来就是上市柜公司。如果你不去现场的话，现场执行这些司法警察，他们有一些疑义的时候，他可能还要透过电话再跟你询问，那你也没有明确的看到现场的状况，你下判断会有一个落差。那为了让整个这个执行的程序，它都是在一个合法而且合乎规定，然后没有去侵犯到这些当事人的人权的情况下来完成，检察官就有需要到现场去，就直接做一个第一时间反应跟处理。检察官如果去到现场，需要配枪吗？是不会，我们都会躲在最后面。再来就是说，我刚刚讲的那些机关其实也不太会有危险啊，它会有你需要处理的意义，都是一些大家来文的，不会有来武的。所以我们去冲一些什么枪击要犯那我们就不会。所以那个8点档演的什么人质瑕疵，那个时候其实是不需要检察官的。没错。他们把他演的检察官，他穿防弹背心啊。我小时候是看那个，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当检察官。这种案件我们就会相信警察他们的能力。所以检察官受训的时候也不用学枪法。不会，没有要求枪法这项，但是我们那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活泼的课程，譬如说去行政机关实习，那有一些人就刚好分到去警察机关啊，或者是军方啊，那他们会安排让我们去打靶，所以我们是有打靶过的。了解，但它不是一个强制的技能，对，也不用算分。好，那可能大家会比较不清楚，是检察官到底主要的业务是什么？是一般民众来开庭都会有误解，像很多当事人他问一问，在回答你话的时候，他跟我说：“法官大人，我跟你讲。”那我们就会赶快告诉他说：“哦，不是，我这里是检察官。”那其实检察官他就是依照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里面，他处理就是案件最初的侦查。侦查的意思，白话来讲就是调查说这个人他今天被告了或被他调查的这件事到底构不构成犯罪，检察官需要去下一个决定。那犯罪构不构成，其实最有关联的一件事就是你需要有足够的证据嘛。这个证据不管是对他有利或不利，就会影响到检察官最后结果是要起诉或不起诉他。那侦查之后呢，这个案件就会送到法院去，就会由我刚刚讲的那个刑庭法官他开始审理。那我们检察官是一个人来调查这整个案件，可是到法院之后，他就会大部分比较正常或重一点案件是3个法官来审理。那这时候检察官也有他的工作，他就变成说是一个当事人的角色，就是说法官在上面审理、听讼，那检察官要积极的去主张他的同事起诉的这个案件，让法院判有罪。那被告也就是当事人那边也会有他或他跟他的律师来做防御，然后来说服法官说，其实你的证据是不够的，或我根本不可能成立犯罪。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刑事诉讼里面检察官的第2个阶段就是公诉的执行。那最后呢，这个案件确定判了。譬如说这个被告他被判了几年的有期徒刑，几个月的有期徒刑，案件会再由法院送回到地检署，由地检署检察官的执行科检察官来处理，最后让他一颗罚金也好，把他送到监狱去执行也好，最后阶段就是刑事诉讼的执行阶段的事项。所以总括来说，检察官的处理的案件应该会蛮大块的比例就是落在案件的侦查，也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犯罪，由我们来做认定，要去调查这个人是不是确实有犯罪嘛？是。大家都觉得检察官的体系学长学姐制是很严重的。这个何律师有感觉吗？我的认为啦，就是这可能还要分时期来说，当然就是说到我分发的时候，因为我分发的时候其实是民国100年的时候，已经是虽然现在也不年轻，但是在当时来说是很年轻的一代嘛。那我们那时候还是会想说，有学长，我们是跟他们学着怎么做这个工作的，所以说一些基本的尊重和礼貌还是会有啦。那当然，因为你要常常去请教人家问题，所以你对人家就是要有一些尊重。可是我已经离职大概快3年了。听说啦，后期越年轻的检察官他们越不 care 这个，他就觉得说，我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也不用再跟你们那边学长学姐这样叫啊，反正有事大家就互相讨论，他会认为说大家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呢。
对。所以像现在建青检改，他们就都是年轻的检察官居多，应该说年轻人居多。所以学长姐是不是很不喜欢他们？不喜欢他的也不会是像我这种学长姐，可能就是更传统守旧的长官他们，对，会觉得要常常去处理他们丢出来一些时事或舆论的问题，他们会比较困扰一点。如果有人跟你说，哦，某某人说他买通得了检察官，这件事何律师怎么想？这些都一定是司法黄牛，对。因为从我那时候分发的年代，虽然到现在已经过了10几年了，可是在我那时候周遭，你要买通法官或检察官，至少在我们第一线一审的地检或地院是几乎不会发生的。因为大家都蛮爱惜自己的羽毛的，而且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你虽然说一时收了这个蝇头小利，或者是真的是丰厚的报酬，但你只要一被查出来，你应该是完全就直接从法律界除名。基本上对，会被停止的嘛，就是不能再做了。没错。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什么哦某某检察官是他的学弟啊学妹这些，其实都不用理嘛。对。反而像杨律师说这个情况，譬如说当事人就会说，何律师，你之前答应过新北地检认不认识谁谁谁？那我们就是很客观的回答说，对，那是以前的同事。那他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他沟通一下或什么的？我们反而告诉他说，越因为我跟他有过这样子共事的关系，其实他会越忌讳。对，所以我只要一跟他沟通，他一定马上报告正风事。那你的案件反而又被凸显出来，对你却造成不利的结果，所以不会去做这件事。确实啊，确实，他如果要保护他自己的话，他反而会更加严厉的调查你的案件。没错。对，检察官跟法官，我觉得我们过往都常听说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生活是要报备的，包括你们可能聚会或者是跟我们这些律师接触，是需要做报备的吗？倒没有到报备那么严重，但是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严守自己的分际嘛，所以说今天我要去一个聚会场合，我一定会先跟主人家那边了解一下你邀请了哪些来宾。那第一个我们要避免的是民间人士这部分有不当的联想，就是如果他有案子是在我手上，我就一定没办法去嘛。因为我吃过这个饭，其实在饭局上我没有谈到任何他案件的事，他们要做怎么样的发挥，其实你是不能控制的。那这个只要到时候最后的结果出来，不管是对他有利或不利，这一定会被拿出来做文章。那第二个律师的部分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其实这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以前大学几乎是每天混在一起的。但他如果接了一个案子是我的案子，我们在我结案之前就不会跟他有出去玩或者是吃饭这种情形。了解。那深色场所是可以去的吗？是一定不能去，是一定不能去。那任职这10年来，有羡慕过那个律师朋友可以去酒店这件事吗？其实也不会说特别羡慕啦，对。